2、1，大家好，我係 Cooking Moo。3點3下午茶時間，梗係食蛋撻啦。港式蛋撻就分兩派，曲奇牛油皮同埋酥皮。唔使諗，我一定係食酥皮嘅。但係如果要整蛋撻嚟講呢，曲奇皮係比較容易掌握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就嚟整曲奇牛油皮蛋撻。喺個大碗入邊加50g嘅室溫牛油同埋20g糖粉，用刮刀撈埋一齊。牛油放喺室溫應該非常軟身，所以好易就可以撈埋一齊。牛油同埋糖粉唔需要用打蛋器打到佢哋好蓬鬆，唔係撈得太多空氣入去呢，焗完嘅撻皮係會凹凸不平。喺個細碗入邊打一隻大雞蛋，用叉或者打蛋器將佢打到均勻。量5g嘅雞蛋出嚟，冇錯就係5g。撻皮用雞蛋嘅份量唔係好多，剩低嗰啲我哋會用喺蛋漿入邊。將70g嘅低筋麵粉同埋8g嘅奶粉撈埋一齊。冇奶粉嘅話，可以直接用麵粉嚟代替奶粉。過篩整走啲大粒嘅麵粉粒，就可以用刮刀撈勻佢哋，直到冇任何麵粉同埋變咗一個麵團。麵團應該係有少少濕，但係唔會黐住隻手。跟住就可以將啲麵團直接放入個模入邊。蛋撻模登場，我哋總共需要6個蛋撻模，直徑就大概7cm。我特登為咗整蛋撻買咗新嘅模，佢哋受熱好快，而且又有蛋撻要有嘅花形邊。千祈就唔好用啲吸棘模。將麵團分咗6個細嘅麵團，每一個大約重25g。我試過分20g 一個，但係無奈個皮實在太薄啦，粒模難之餘又容易碎，食起嚟咧完全食唔到個皮。25g 就啱啱好啦。將個麵團碌完，然後放喺個模入邊，用手指公輕輕將個麵團撳扁，再撳實個中心，撳薄佢。將多餘嗰啲麵團咧就推去個邊度。另外4隻手指就可以一度轉個模，手指公咧就一度將邊邊嗰啲麵團向上推，直到個麵團完全貼住個模邊，再整理一下外形就得啦。搞掂咗6個蛋撻皮之後，就包保鮮紙防止水分流失，放喺雪櫃最少雪4個鐘頭或以上。如果可以過夜咧就更加好啦。一嚟就放鬆麵筋，令到打人焗蛋撻皮唔會縮細；二嚟焗蛋撻嘅時候咧，個撻皮冇咁容易吸收蛋漿入邊嘅水分，令到撻皮可以焗脆。跟住就可以準備蛋漿，喺個量杯或者碗入邊加65g嘅清水同埋25g嘅砂糖。搞到啲糖溶晒，水會變清，啲糖就必須要全部溶晒，唔係之後你加入去嘅材料會令到啲糖更加難去溶。你都可以用熱水令到啲糖溶得更快，但係你必須攤凍晒啲熱水之後先可以加埋剩低嘅嘢。跟住就可以加40g嘅淡奶同埋頭先剩低嘅雞蛋，大約就50g，撈勻佢哋。如果想蛋漿更加順滑，可以過篩，然後就可以放入雪櫃啦。The next day， 第2日蛋撻皮就應該雪到硬骨骨。將焗爐預熱到190度，喺焗爐嘅最底嗰層放個焗盤入去，同時預熱個焗盤。呢個其實係有啲似麵包鋪嘅焗盤，會直接接觸個焗爐嘅底，咁樣咧就可以令到蛋撻皮更加容易早熟。預熱大概15分鐘之後，就可以將個焗盤攞出嚟，然後排啲蛋撻模。用匙羹輕輕攪勻沉咗底嘅凍蛋漿，唔好攪太快，撈埋啲空氣入蛋漿，變成一啲細嘅泡泡。啲凍嘅蛋漿其實係有助延遲蛋漿喺焗爐入邊變熟同變老。將蛋漿平均分布喺6個蛋撻皮入邊，大概就倒到蛋撻模9分至10分滿。放入160度嘅焗爐嘅底層焗16至18分鐘，直到蛋撻皮邊咧呈金黃色。放喺焗爐嘅底層，可以令到蛋撻皮比蛋漿更早受熱，更加容易令到蛋撻皮變脆。然後將焗爐下調至150度，再焗多10至15分鐘。熟晒嘅蛋撻喺你出爐嘅時候，當你熬個蛋撻，個蛋漿應該有少少凍有嘅感覺嘅。我嘅焗爐因為兩邊受熱比較好，所以兩邊嘅蛋撻係更加早熟，而中間嗰啲蛋撻仲生啲。見到好多蛋漿黐住嗰個牙籤，出
爐之後，就記得即刻拎走啲蛋撻。如果蛋撻繼續喺個焗盤上邊，焗盤嗰啲餘溫係會繼續焗熟個蛋撻皮。蛋撻攤凍咗少少之後，你再熬佢，佢都係有少少凍有感覺嘅。攤凍咗大概10分鐘之後，就要甩模啦。唔係嘅話，啲水氣係會整濕個撻皮。將蛋撻反轉放喺啲軟材質嘅物料上邊，或者都可以好似麵包店咁放喺塊方包上邊，輕輕喺蛋撻模兩邊一撳，其實就可以好輕鬆咁甩模。因為家用焗爐唔係一啲專業焗爐，所以個底始終都係唔能夠形成一啲好均勻嘅金黃色，而且亦都唔係每一個蛋撻都有一樣嘅金黃色嘅。切開可以見到酥脆嘅曲奇牛油皮同埋好滑嘅蛋漿，真係望落越簡單嘅，真係越難整。如果你都中意港式嘅甜品，留言話俾我知你想睇我整咩啦。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我哋下次見。